智症的这些看护者都是很辛苦的。其实我更想大家去分享那个莞尔的部分，是吗？就是好笑的部分。其实你照顾失智症的人，你就会发现，总是会有一些你哭笑不得的那一刻。我们也不一定要记录很多伤痕、很多痛苦，但是那个东西是说也说不完的。但是其实那个过程里面，有时你就是哭笑不得，因为你又不能对他发脾气。可是那个举动，其实有时是看起来是很可笑的。我觉得这段路程某一个角度，它是很孤单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带给那些看顾者的就是，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走，因为自己一个人走这条路，可能越走你会觉得越沉越黑暗。还好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，那包括你周围的人啊，好像比如说我的朋友，对我的家人，很多时候家人我们总是很多的埋怨。可是当你跳出来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其实没有嘞，大家好像比如说我的大姐、我的二姐这些，对我的舅舅这些，对我都有很多的爱。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可以协助你的，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在芒福开里头一直要做这个工作，是我希望我们的社工、我们的这些同事们能够去陪伴这些人，能够找到继续走这条看顾者道路的一个力量，而在当中也能够自己的生命也因为这样而丰富起来。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永远在平坦的，永远看到百花齐放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命很好。其实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就是经历很多这种困难啊什么，才磨练得更加的饱满跟丰盛哦。我希望说，照顾失智症的人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单的，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在承受那个压力。首先，它相当普遍，然后再来，它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同感的，有很多人会理解你的感受的。我想要的是大家去减轻那个压力，减轻那个重量，用更不同的方式来面对，因为这条路是要走很远的。我常常跟明德讲，我常常跟很多人讲，像我妈会活得很久，因为我每天我们煮同样的东西，最健康的东西给她吃，但是她都不会觉得受不了。如果说我们都受不了了，一定是吃鱼、吃菜，然后不咸的东西，那么就是最健康的。当一个人活到这么健康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活很久了。所以圣江刚刚给看护者，其实他的建议就是说，要把其实当中的一些比较哭笑不得的那些片段抓出来，然后让自己放松的部分。对，我觉得是要找到走下去的力量，而不是走不下去的原因。因为走不下去的原因太多了，每个人都有面对那个困境，每个人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想说怎么办。那个东西是抛不开的，但是走下去的力量其实就是那个比较正面的、比较阳光的、比较大家可以互相打气的那个部分。